你现在看到这么多草，可是当初我做惯性的时候是一棵草都没有的。后来我学了那个有机，然后就开始让它生草了。会有蛇啊！有很多蛇。Oh my god！哎，上次有一条很大条的蛇爬在上面，我踩着水翁的时候啊，我踩了可以看到它在上面了。嗨，大家好，嘎嘎叫叫这次来到了雪兰莪乌录音啦。除了来这里有好吃的卤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行程就是参观有机农场丰盛园。但是这个地方比较隐秘，一路上还要经过很多坑坑洞洞。我们龟速开车大约10分钟之后，终于到了。但是眼前却是一片杂草丛生，说好的有机菜呢？哎，算了，还是去问问丰盛园的种菜达人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建华。我之前从事惯性农法，现在我正在转有机种植。这边有5 acre，我就划成2段了。这一段大概种有机的是1 acre，然后那边是3 acre多一点这样了。我种这边大概是5年多了。一开始整片都是惯性农法，就是打农药、放化肥的，这边到那边都是，而且这边是一棵草都没有的。你现在看到这么多草，可是当初我做惯性的时候是一棵草都没有的。后来我学了那个有机，然后就开始让它生草了。对很多农夫来说，害虫就是农作物的敌人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就会影响产量。但是在李大哥的眼里，害虫属于大自然的一环，与其跟它对抗，不如加强植物本身的抵抗力。因为一直使用农药和化学，只会让农田陷入恶性循环。换做以前，我一定是打除草剂的，可是现在就觉得让杂草去覆盖，保护好那个土壤比较好了。我以前是相信这个施肥的说法，后来我中了这个情况之后啊，它反而草覆盖了，它才能够长大起来。没有草的时候它长不大，所以它不存在施肥这个问题。如果就是你的叶子没有那些蚜虫或者白粉蝶那些的，就代表你达到了第一个阶段。因为第一个阶段就代表它是糖分，它的糖分是有效的利用，它吸收阳光过后，它会制造葡萄糖，它的葡萄糖不能有效的利用和储存到根部的时候，所以它就会残留很多在它叶这边，然后那个芝麻这些就会去咬它，去吃那个葡萄糖了。葡萄糖完成消化的时候，第二个就是那个氮肥。当它那些土壤的氨基酸和那个细菌工作得很好的时候，那个青虫没有亚硝酸来吃，因为青虫、毛虫它是需要非常多的蛋白质，它来形成它那个虫，然后进行氧化的。反而是放化肥的，放化肥它的 N 很高，那个亚硝酸很高，所以他们就会很喜欢你放越多化肥，他们越喜欢，越强壮。所以你就跟无止境的那种农药来去喷洒了。然后第3就是甲壳类的、甲虫之类的，每种植物它都有一种味道的。木瓜有木瓜的味道，杨柳豆有杨柳的味道，香茅有香茅的味道。那种是一种类似精油和一种物质来的。基本上只要那种植物本身能够合成这种物质的话，它就能够抵抗大部分的这种虫害问题或者病害问题。现在还在养地的途中，在培养那个土壤的结构，其实是还不满意的。但是最满意的地方就是下雨的时候，我的泥土是没有被流走，出来的水是比较清澈的，这是自己最满意的地方了。
我之前还关心的时候是没有的，因为当时我一棵草都没有啊，所以是没有的。后来给它长这些树了过后啊，去年 MCO 开始就会明显有了，今年是更多了吧。自己来的高粱，自己来的。高粱在这一周围啦是没有的哦，它就纯粹出现在我的园，别人的园是没有的哦。这边周围的地方都没有这个高粱了。这个是本地的厚皮柠檬。哦，是这棵树吗？就是很偏门靠车的方法啦，什么都不要管它了，就是跟它跟草一下一起这样子。发现有变多的动物或者是你要看运气的哦，嗯哼，要看运气哦，有蛇啊那些啊。我比如说我割草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些田鸡就是大只的青蛙啦，青蛙变大只了，就是以前是不可能看到这东西的，然后后来就是做了这样子给它生杂草过后，它就有田鸡哦，然后晚上的时候有萤火虫哦，就觉得它的生态越来越平衡了啦。这样辛苦，真的要放弃。没有收入。这个有机是还在亏本中啦，所以我没有本事请工人了。然后我还不是卖有机的市场，我是卖这干蹦的市场哦。父母是反对啦，然后将我的老婆那些算支持了，只是金钱不够支持了，所以不能完全转哦。如果是能够达到收支平衡的话，当然希望全部都是有机。但是我目前还没有达到那种产能啦，所以我还是专心的把我的土壤做好，然后等我的黄瓜那些都成功，我就会希望做下一步啊，一步一步来会比较好啊。李大哥的有机农园目前还没有达到收支平衡的产量，但是面对越来越沉重的经济负担，李大哥还是愿意做出更多的尝试。除了积极把土地养好，未来也会对外做出更多的自然农耕推广，希望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友善农耕，支持有机蔬果，一起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。因为只有环境好了，我们的食物才会更安全，生活才会更健康美好。